沈之锦，你个王八蛋！因为我上班放屁，他扣掉我的年终奖，我反手炸了他的晚宴。恭喜徐北安先生荣升全球总裁！谢谢各位。居然敢扣我年终奖！沈之锦，你！沈之锦！哇吼，爽！沈之锦，你这个疯批王八蛋！谁让你扣我年终奖？活该！跟我回去道歉！不去！快松开我！要撞大运了！啥？我靠！大运或者……这大运给我撞哪儿来了？古代，我穿越了？凤凰枪，明光铠啊！我沈之锦，大周禁军统领，奉女帝之命，护送美人入宫。不好，新娘逃婚了！新娘逃婚了！什么？逃婚？这是徐北安，让你扣我年终奖，遭报应了吧？将军，皇上钦点的美人钥匙丢了，人头落地啊！人头落地，那还等什么？追啊！沈之锦，他怎么也在这儿？他这副英姿飒爽的样子还挺好看。等等，他不会是来抓我的吧？我这么厉害？好玩吗？刚才你追我，现在我追你。怎么你也穿越了？你以为我想啊？都怪你害我撞大运。看在你给我当了3年秘书的份上，咱俩各奔东西吧。你不会以为你逃了女帝的婚还能活吧？这皇城内外有10万禁军。什么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徐北安，当朝新科状元，就因为被女帝多看了一眼，就要抓回去当男宠。此人可入后宫。年上女帝禁忌爱，那不是更刺激了？刺激个屁呀！我徐北安就要菊花之宝了！别说，徐美人现在这副模样，确实惹人怜惜。滚啊！净说风凉话！根据记忆，女帝喜怒无常，我一个人在官场定然寸步难行。不如让徐北安来做我的内应。别这么悲观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咱俩完全可以合作。合作？我帮你在后宫争宠，获得女帝宠爱，而你保我荣华富贵。啥？让我堂堂总裁去后宫争宠？哎，沈之锦，你疯了！我堂堂总裁居然要入后宫争宠？你不争，等死就行。根据我看后宫剧的经验，美人进宫，如果没人帮你，就算得到宠爱，也会死得很惨。有多惨？比如被人下毒。哦。
或者推入井中，也可能是关入冷宫。停，我不想听。既然是合作，那你需要什么？这就对了，我要你好好争宠，本姑娘荣华富贵全靠你了。原来你这么贪财好色，与其浪费真心，不如贪财好色。反正横竖都是死，我的命交给你了。这都快到时间了，怎么人还没带回来？沈将军，小心着点，这可是圣上的心肝。少啰嗦，奏曰：送新娘入宫。美人许之安入宫觐见。马上就入后宫争宠吗？怎么了？徐美人，你有竞争对手了。这些都是要入宫的美人。我居然要和这么多男人争宠，这女帝还真是关心不易啊！徐美人，第一印象很重要，等下你一定迷死那个女帝。放心，别忘了，我可是19亿少女的梦。对了，待会儿女帝棚撞着的应该就是帝后，那个位置就是你要争取的。美人们入宫觐见。诸位美人，按照惯例，都上前让圣上长长眼。哦，那位叫徐北安吧，不愧是新科状元，纹样相貌都是顶尖，就由你开始吧。妾身徐北安，见过陛下。好疼！这金銮殿怎么会有石子？不好！我操，这啥？徐北安被人陷害了！来人，这徐美人要刺杀女帝！护驾！果然如此。大胆逆贼！今日本宫替女帝斩你！我靠！帝后且慢，这件事情有蹊跷。他保护我的样子还挺飒，一派胡言！我看你们是一伙的！来人，拿下这2个逆贼！圣上，可否容我说2句话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求圣上开恩？动手！慢，朕倒想听听沈将军有什么想说的。圣上，您且看，皇宫内院日日打扫，怎么会有石子？肯定是有人故意带进来的。放肆！你竟敢怀疑圣上身边有内鬼！帝后，您先别急，我这还有证据。配合我一下。这徐美人连匕首都拿不稳，试问谁会让这样的人来当刺客？臣妾冤枉！臣妾冤枉！圣上，2件证据在此，显然是有人陷害徐美人。沈将军所言非虚，看来朕这宫中确实有人不听话了。圣上息怒！好一个牙尖嘴利的沈知锦！圣上，就算徐美人被人陷害，但其自身也有不查之罪。按照大周律法，带刀灭圣，当打入冷宫。打入冷宫？你好歹毒！圣上，律法至高，请您责罚，请您责罚。罢了，律法不可废，将徐美人杖罚20，打入冷宫，再将沈知锦剥去官职。遵旨。其余美人散入后宫，朕罚了。喂，你们讲不讲理？我是冤枉的。这是大周的天下，大周让你死，你就算冤上天，你也要死。打！
就凭你也想保住徐北安？做梦！是你陷害的徐北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徐北安是圣上钦点入宫的。在这后宫，谁敢跟我抢走圣上的宠爱，谁死！靠！什么变态死傲娇！哼！四娘娘枪帝后，等我把现代后宫剧融会贯通，写出争宠300招，我看你怎么放！沈之锦，你怎么又闯祸了？让你护送美人，你居然还替美人出头！哟，这不是原主那损爹吗？怕女儿怕得要死。不孝女，跪下！跪下！哎，奇怪，这膝盖怎么不听使唤了呢？我被帝后谢天星欺负不管就算了，居然还敢教训我！爹担心你呀，那帝后的父亲乃是当朝宰相，权倾朝野。得，指望不上你，我还是靠自己翻盘吧。哎，不能这么说，爹还是有用的。什么用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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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你大爷！滚！没事，谢家，哼，敢欺负我女儿，等老夫大计已成，让你们跪地求饶。20大板啊，疼死我了！你们这些王八蛋！别嚎了，这里是冷宫，死了都没人管的。刚进宫就被帝后陷害，早知道多看2集《甄嬛荡》了。打入冷宫又不是不能翻身，拿着。这啥？我靠！后宫争宠300招？这可是我融合《甄嬛传》《如懿传》以及各种后宫小说，熬夜3天写出来的。揣测军心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有蛇宫穿针、蜜桃屯速成？没办法，你现在身陷冷宫，而我也因为保你失去了军中职务，只能靠美色翻盘了。可是光有这些东西还不够，咱们需要机会。放心，我已经研究好了。今年除夕，女帝宴请诸国来宾，届时你可趁机献舞取悦陛下。但那帝后性格乖戾阴暗，怕是会将我提前扼杀。放心，你的命本姑娘来保。准备练功。这是练啥呀？锻炼你的脚步和仪态，好好学。完蛋东西！沈之锦，你不解风情，我居然会觉得她温柔，我真是眼瞎了。好好练功。重跳。节奏不要乱，蛇功必须要强。沈之琴，你看，除夕，按照计划，咱们明天就要去献舞了。这么快就1年了。不好，今日后宫守卫都调去宴席，以后要杀你，现在肯定动手了。说好了，你要保护我。本姑娘言而有信。徐北岩在，我有批假。帝后密令，斩草除根。
对，里面的男人我罩着。不自量力，杀！好，漂亮，奥特狙！救命啊！躲远点！收到。沈之姐，这些人都是你杀的？徐北安，这是我用命给你换来的前程，你可一定要争气。连续救我2次了。你现在知道我好了，之前还扣我年终奖。沈之景，我徐北安不是忘恩负义的畜生，我做了帝后，定教你封侯拜相。我信你。走吧，为了咱们的锦绣前程。垃圾舞蹈，大周的王，不要再拿垃圾舞蹈糊弄我们了。就是不要糊弄我们了。这些人就是来找茬的，今晚已经要求换10次舞蹈了。诸位宾客不必急躁，我大周还有一曲。诸位，这一曲惊鸿舞如何？不行，这舞蹈太过阴柔，一点都没有力量感。垃圾舞蹈，垃圾舞蹈！圣上，这些人就是来找茬的。我泱泱大周，岂能没有好舞？下一曲。圣上，已经没有下一曲了，全京城的舞姬都登台了。什么？圣上息怒！难道真要让朕承认大周的舞蹈不如他国吗？那是沈家的女将军。什么？沈之锦？不好！来人，阻止他！快来人啊！谁演我大周无人？诸位，请欣赏《秦王破阵曲》。这是徐北安，他不是被打入冷宫了吗？那些废物居然失手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
冷宫妃子岂能乱跑？还不抓回去？慢！秦王破阵曲乃是千古名曲，朕倒要看看这徐北安能否让这些外国兵片服气。圣上，若是不能呢？九族尽诛。这有点意思。扫蹄子，装什么装？诸位欧罗巴宾客，这一曲如何？刚才是什么舞蹈？救命！救命啊！圣上，不好，欧罗巴的宾客被吓坏了。来人，把徐北安和沈之韵抓起来。徐北安，咋了？咱俩好像要挂。不用你提醒。哦，我的上帝，这舞蹈太美了！神啊，谢谢您能让我见到如此完美的舞蹈。抽什么风呢？咱俩好像捡了一条狗命。你自己当狗吧，还不让开？没看到人家外国宾客很满意吗？退下吧。罪妾徐北安拜见圣上。罪臣沈之金拜见圣上。为国争光，朕恕你二人无罪。臣妾谢过圣上。徐美人，今日朕心情很好，来人，即日起赐徐北安嫔位。好个徐北安，敢抢我的风头！等入了后宫，我让你求死不能。还有你，沈家的女将军，你为朕送回了徐美人，说想要什么？回圣上，知锦不想要荣华富贵，只想报君恩，入禁军当差。好一个报君恩！今日起领左营禁军校尉。不行，我弟北儿本就在禁军左营任职，这校尉该是他的。圣上，难得今日大喜，不如让沈将军和我家弟比武助兴如何？哦，要怎么比？咱们大周四民不光才华出众，武艺更是高强。北环，沈将军，敢不敢与我这弟弟比试剑术？既然帝后想玩，那知锦自然不会扫了兴趣。能见到我大周两位年轻英豪的比试，诸位宾客有福了。早就听闻大周勇士武艺高强，今日终于能见识到了。去言无场。沈之锦，一定要比吗？那谢北还看起来很厉害。比，当然要比。我若是今天退后半步，日后谢天星就能在后宫多踩你一脚。对付这种人，必须要让他害怕。辛苦你了。哼，少放屁，好好伺候皇帝，给我赚荣华富贵去。明白。知锦将军，你和北环的比试，不如加个彩头如何？帝后想要什么彩头？左营禁剧校尉是保护皇宫的要职，你俩谁赢，谁担此大任。我说这么着急比试，原来是想抢我官职。怎么不敢？一个彩头可不够，再加一个如何？沈将军请讲。若谢北皇输了，日后见了我，需跪壁迎接，为我千里。你放肆！我谢家儿郎怎么能给人下跪？怎么，帝后不敢答应？那看来这谢北环就是个酒囊饭袋。沈之锦，你找死！北环，不许殿前失仪。圣上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难得今日大喜，朕
允了。谢圣上。按照边疆的规矩，每人3箭，谁射出去的箭更准，谁就是赢家。第一箭，我不客气了，请。好，不愧是谢北环将军，听闻他出身平官，乃是军中数1数2的虎将。此等剑术，我樱花国无人能敌。沈将军，该你了。这是通了。去看一下。回禀圣上，确实空了。这沈之心竟然如此不堪！我还以为这女将军多厉害呢，没想到第一箭就空了。就这还想担任禁军左营校尉，可笑，可笑啊！沈之杰，你争点气啊，别丢人。怎么回事？按照原主的记忆，我应该是百发百中才对啊。沈将军，如果这就是你的本事，我很失望。第二箭，谢将军真是神箭，相隔100丈，一箭命中旗杆。这谢将军真乃英雄，当为我大周砥柱。我弟弟16岁参军，6年时间横扫边疆，只有他才能担起保护京城之职。沈将军，这第3箭我也不客气。那是辕门射戟，传闻中只有飞将军吕布能做到这一个层次。我家弟弟天下无双。如此看来，谢北环确实比沈之锦更适合禁军校尉。沈将军，日后我会好好调教。最后2箭绝不能输。沈将军，我劝你还是认输吧，太丢人了。沈之杰，你怎么搞的？我大学经常带你射箭啊。好像是这弓有问题。我知道。这沈将军是放弃了吗？为何连弓都折断了？圣上，这宴席上的弓都是礼器，虽然华美，却不符合战场。知己要用重弓，杀人的弓。沈将军，重弓在皇城内非战士不能动。若朕赐给你重弓还是输了，你该当如何？知己以死报君恩。好魄力！来人，赐重弓。沈将军，重弓就在这里。对了，这东西才够劲儿。最后一箭，让你跪下叫妈。用轻弓都射不中，还想用重弓？沈之锦，该跪下的人是你。我这人最烦别人跟我装。7支箭，这沈之锦疯了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人能做到的。沈之杰，你可不要逞强啊！蠢东西！看来这禁军校尉一职，北环已经势在必得了。不自量力，沈之锦，你以为你是当年的天策上将吗？我沈之锦不是任何人，我只是我自己。那是什么？是七星连珠，传闻中剑神才能用出的剑术。七星连珠，怎么回事？七星连珠！谢北环，你输了，明日来我府上为我牵马。咱们走着瞧。
圣上，臣沈之锦不辱使命。沈之锦，我就知道你可以。好，甚好。朕宣布，今日比试，沈之锦胜。陛下，臣妾不服。张弓射箭算不得本事，家弟北环真正厉害的是兵法。你说你不服？是，臣妾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当着万邦宾客的面前反驳朕！臣妾知错，臣妾知错。今日起，削你3年俸禄，不许再犯。谢主隆恩。这帝后仗着女帝宠爱就肆无忌惮，连伴君如伴虎的道理都不懂。诸位，今日宴席已毕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美人，今晚朕好好训你。糟了，要被翻牌子了。牺牲屁股，荣华富贵。爱人，沈之锦，你确实有点本事，但这场游戏，你和徐北安注定死无葬身。这么恶毒，小心生孩子没。牙尖嘴利，咱们走着瞧。任务完成，接下来就是帮徐北宁洞房了。真是既当爹又当妈。虽然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但就算以后真要侍寝，第一次也得让我自己选。你帮我去找一下沈。闭嘴！你想害死我吗？沈之锦，太好了！我就知道你有良心。少放屁！等下女帝来了，骗她喝下这杯酒。这是啥酒？给大象催孕的。什么？你还要我生孩子？你生个屁！你是男的，这是让女帝生的。女帝都68了，那岂不是更能体现你徐北安勇猛无敌？好像也是。不对，这哪跟哪儿啊？我不能跟女帝同房，我不娶。什么？你不娶？小点声。多久了？从出生到现在。试过男人吗？没有。你堂堂一个总裁，居然是母胎 solo， 这就是报应。现在不是笑话我的时候，快想想怎么应对女帝。不怕。当当当当，无色无味散，只要你给女帝喂下去，保证昏厥整夜。到时候你就说喝多了。好东西啊！圣上驾到！糟了，女帝来了，不能让她发现我，否则咱俩就死定了。那你快藏起来，藏屏风后面。记得给女帝下药。放心吧，你赶紧藏好。美人，你在做什么？臣妾给圣上请安。免礼，你在外候着。这俊俏的书生模样，确实深得朕心。哼，徐美人，你这是复何意？圣上，长夜漫漫，何必急于一时？倒是朕唐突了。成了。圣上好酒量。徐美人，
那日将你打入冷宫，心中可否有怨恨？臣妾不敢有怨恨。你果然很乖巧懂事，等朕并天之时，赐与朕一同陪葬。陪葬？你想拒绝？臣妾不敢。那就好，朕有颗最喜欢的夜明珠，届时赏你陪葬时置于后庭。臣妾知道了。这女帝喜怒都在一瞬间，实在恐怖。谁在屏风后面？圣上，些许是看错了。朕虽然老了，但朕的眼睛没花。这下真要完了，不管了。等下，是我。女帝呢？妖精上来。不愧是我爹南征百越用来迷晕大象的，就是好用。抬床上去。吓死我了，差点露馅儿。这一关算是过了。圣上，您无恙吧？怎么半天没听见洞房的声音？不好，想起来，女帝洞房的时候，太监会随时监控状态，不能让太监发现端倪。叫啊！这叫声不对劲啊！难道圣上今晚不满意？假装洞房就假装洞房，抽我干嘛？不抽你，叫出来的声音不真。对了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圣上今晚一定很满意。你干嘛？沈知锦，该我了。徐北安，你疯了！我又不能抽你，也不能骂你，只有这个办法了。我操！我支棱起来了！快，赶紧趁热上了女帝。干啥呢？抓紧啊！又萎了。我只有对着你才能支棱起来，我一定是病了。一定是扣我年终奖的报应。徐美人，怎么如此吵闹？圣上，您喝醉了。醉了。今日宴席本就饮了许多酒，晚上风一吹，醉了也正常。那朕可否失态？圣上的宠幸怎么能叫失态呢？许嫔，朕信你，但朕又不信你。小德子，奴才在。说吧，在外面都听见了什么动静？我劝你好好说，如果有半句谎话，你和许嫔都要死。回圣上的话，今夜您表现甚好，许美人哀嚎求饶。好，甚好，赏黄金1000两。黄金1000两。许嫔，伺候娘娘伺候的不错，这后宫妃子属你叫的最大声。本宫自当尽力。怎么赚了钱还不开心？陛下要让我陪葬，他今年68，随时都可能并天，要金子也没用。事到如今，只剩下一条路。扳倒帝后，大权在握。此事不可一蹴而就，需要先让女帝对帝后产生厌烦。今日宴席，那帝后触碰了女帝的底线，只需要再来一次，她必会失去恩宠。
行啊，徐北安，进步了。那当然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们可是战友。话说要怎么做？什么都不做。帝后这个人睚眦必报，他肯定还会搞事。我们只需要将计就计。妙啊！合作愉快。什么？圣上给徐北安赏了1000两黄金。要不我再找人陷害徐北安一次？你蠢不蠢？陷害徐北安有什么用？要先除掉沈之锦才行。大哥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沈之锦有个舔了5年爱而不得的穷书生。哦，快，速速带来见我。是。沈之隐，这次我看你死不死！家里招贼了，怎么还披甲了？你昨天半夜从家里偷走了10多瓶毒药，为父担心呐。瞅你那怂样，你闺女我干大事去了。干大事？我闺女长大了，再也不是为穷书生跳河殉情的小丫头了。靠，还有这黑历史！说起那姓顾的穷书生，我就来气，我闺女舔他5年，居然还不答应。舔了5年？停，别说了，我先去睡了。来人！我给知锦准备8000铁骑，2万步弓手，何时能到？将军放心，大小姐生日宴前肯定到位。这些兵卒足以护知锦无忧。真烦，当个校尉还要早起。大周律法，见到上级要半跪行军礼，你们为何不跪？一个弱女子，凭什么当我们的老大？对，我们不服！滚出左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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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确定不跪？宁可死，也不跪你！好，我成全你。臭38，找死！咱们一起上！饶命！废物！谢谢校尉不杀之恩，谢谢校尉不杀之恩。谁还不服？上前一步！拜见校尉。算你们懂事。谢北环，给本姑娘牵马。好一个沈之锦，居然敢让北环郎牵马！我听人家说沈之锦爱你爱到了心尖上，甚至不惜为你跳河殉情。舔狗女罢了，知道我嫌钱脏，每天还求着给我送钱，烦死！我要你引她入局，事成以后赐你入翰林院。帝后放心，丫鬟把饭钱结了。公子，咱们没钱了。怎么回事？那沈之云不是每个月都求着送钱吗？那小贱人这个月没送。哼，告诉他半炷香内不来谢罪，日后我再也不会理他。是。行了，酒钱我结了，你去跟着这丫鬟，尽快把沈之密拿下。是。本校官巡街，你们还敢不遵律法，调戏良家妇女，欺负老百姓？为啥多抽我一鞭子啊？人家调戏良家妇女，你调戏80岁老大爷，不抽你抽谁？喂，沈之锦，这个月的钱怎么没给我家公子送来？你家公子是谁？还敢装傻？我家公子给你脸了是吧？我操！哪来的脑残，疯了吧？看来我大哥已经出手了。抓起来！
好是原主爱参的那个穷书生。5年前，原主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他一眼，就彻底沦陷。为了追这个穷书生，不仅倒贴银子，还为他跳河。我要为顾忌哥哥宣chiến。而这个顾忌，纯纯就是个绿茶男，一边看不上原主，还花着原主的钱，享受把原主当狗爽。沈之姐，没听到我说话？什么怨种大舔狗，恶心，太恶心了！重活一世，绝不能再当恋爱脑。沈之姐，没听到我说话吗？你敢抽我？我不仅能抽你，还能让你生不如死。来人，押入天牢。No。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！兄台，手下留人。你他妈谁啊？我叫顾进，你们沈校尉最爱的男人。公子，这沈之锦疯了，越来越不听话了。要不是帝后让我勾引这女人，真不想跟她说话。赏她一个给我花钱的机会已经不错了。之锦，有屁快放！她怎么对我如此冷淡？算了，给她点好脸吧。你今天太粗鲁了，你知道我喜欢温柔的女人，你要努力变成我喜欢的样子啊！我操，这傻逼原主怎么忍的？你什么身份？圣上御赐秀才身。沈之锦，你敢抽我？抽你咋了？区区秀才也配在这儿跟本姑娘逼逼赖赖？有本事你再抽一下！真是奇怪的要求。沈之锦，你这个疯婆子，我以后再也不理你。不理我了？没错。那太好了，你可千万别理我。弟兄们，喝酒去！遵命。这姓顾的蠢脑袋，咱校尉可是神匪毒女，谁娶了都光宗耀祖，他还在这装清高，就是脑子让驴踢了。完不成任务，一辈子都别想当官了。之锦，且慢！不知你明日是否有空，与我一起相约春风楼？这顾忌一向清高，怎么会主动约我？这八成是谢天行设下的局，正好将计就计。明日春风楼见。那我等你。上当了。谁能告诉我，为什么后宫这么累啊？每天请安3次，还要学女红，比上班都苦。娘娘，你要的叫花鸡买回来了，拿进来。回来的路上，奴婢听到了沈家那位女将军的事情。沈之锦，他咋了？她明日要去春风楼和一位书生约会。沈之锦约会？娘娘，就算这沈姑娘是你好友，你也不必这么大的反应呀。我这是被吓到，她那么暴力、那么野蛮的女人，居然还有人喜欢。是呢，是呢。那个明珠，你再出去一趟，给本宫买点梅子干吃。收到。好你个沈之锦，老子在后宫累死累活，你居然跟人约会！哼，一定是升官后被腐化了，我得去找他。不对啊，我找他干嘛？他约会我急什么呢？他这个人没多少恋爱经验，万一被骗了出卖我怎么办？对，我这是为了自身利益，不是为了他。今晚就是我顾尽陈龙的时候了。公子，等下一定要让那贱人付出代价。放心，他会死得很惨。我倒要看看这里面是什么龙潭虎穴。拿着我的腰牌去禁军左营，让他们过来埋伏好。是。沈之锦上当了，你们准备好。少主，按照计划，
等下房间灯灭了，你们就冲进去，狠狠蹂躏沈之锦，我再去御史台检举他行为不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沈之锦，我来捉奸了。呸！什么捉奸？我是来监督盟友的。奇怪，沈家女将军怎么来春风楼了？什么女将军？舔狗罢了。那顾靖挥挥手，他就要摇尾乞怜。原主真是好好的女将军当什么舔狗？等下沈之华来了，咱们一起劝酒，把他灌醉，后续交给谢少。公子放心。说吧，叫我过来什么事儿？这些日子你军中辛苦了，今日设宴，想着犒劳你一下。既然顾公子有心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小二，客官有何吩咐？把店里最好的酒全都拿上来。好嘞。好酒，再来一坛。10坛还没醉，这酒钱咱们怕是付不起了。我去找谢少。谢少，沈之炳太能喝了，我已经没银子结算酒钱了。无妨，把本少的私库打开，我就不信他沈之炳能把我喝穷了。给我灌！不够，还不够。少爷，怎么了？咱们会喝破产了！什么？本少10年攒的银子全都喝没了，就这还欠了500两。这哪是女人啊，这他妈是畜生啊！谢少，不行，咱们下药吧。你脑子有病吧？下药是有痕迹的，到时候御史台一查，死的肯定是咱们，那怎么办啊？谢少，您这是何意啊？你现在就去给我睡了沈之锦，勾他动情，然后把灯灭了，我带人进去。啊！沈之锦，我要睡你！好呀，喝完这些酒就给你睡。好你个沈之锦，我在这担心你，你居然跟情郎喝酒。放边上就行。沈之锦，你这个见色忘义的王八蛋！徐北岩，哼，见到我是不是害怕到手抖，心慌到无以复加，甚至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？神经病！沈之锦，别忘了咱俩的誓言，你不能背叛我。徐北安，你吃醋了？我没有，我是你老板，不对，现在是战友，我有什么好吃醋的？今晚我让你看一场好戏，出去等我。顾老，我醉了。终于喝醉了。我扶你去内室休息。沈之锦，等下你就要一群男人收拾了，而本公子将会踩着你上位。那你真的挺厉害的。那当然，本公子可是……你……顾公子要被男人收拾的是你才对啊！这女人的轮廓怎么如此健硕？管他呢，干就完事儿了。兄弟们，杀！已经开始了。你在这儿盯着，我去御史头检举沈将军行为不端。沈之锦这个贱人，终于要遭报应了。话说我家公子呢？谢北环，果然是帝后搞的鬼。
您急匆匆把我们叫过来，所谓何事？你们说，要是有人陷害本校尉，怎么办？那还说啥？进去砍了他呀！你们散入楼内，且听我摔杯为号。遵命。还说什么让我看好戏？你都跟人家进屋了，区区什么呢？沈之锦，太好了，你没有抛弃我这个盟友。放心吧，今日这宴会是帝后设的局，我不过是将计就计了。现在谢北还去御史台检举我淫乱私通，但房间里的人是顾沁。那明早这顾公子可就要局动京城了。御史大人驾到！御史大夫似的。你现在去宫中，请剩下来春风楼看一出好戏。沈之锦，你真是个老阴笔。帝后，御史大夫已经前往了春风楼。不错，今夜过后，世间再无沈之锦。御史大人，咱们这新晋校尉沈之彬就是一荡妇，居然找了10几个男人聚众淫乱。什么？此次列土居然也配执掌左营？该剥去官职，打入天牢！在这儿，在这儿！大胆沈之锦，竟敢当众淫乱！把灯给我点开！御史大人在此，还不清醒？顾沁，公子，不是沈之锦，那这是谁？这是我家公子顾沁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聚众淫乱的不是沈之锦吗？谢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才好舒爽啊！爽你大爷！我问你，沈之锦呢？是啊，沈之锦呢？本将军在这儿呢。各位，惊喜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难道是要在那儿？沈之锦，你一紧我！顾公子，你说说看，我怎么阴你了？要不是你用手刀砸晕我，我怎么会被一群男人给……那顾公子的意思是，这些男人本来就是给我准备的？沈之锦，你炸我！你猜对了。诸位都听到了，这顾沁居然设计陷害朝廷命官，按照大周律法，当斩！不要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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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杀你也行，说说看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沈将军，你要杀，你杀他，都是我家丫鬟出的主意。公子，你居然出卖我！好，是你逼我的。沈之锦，你听好了，要陷害你的人是那帝后谢天星，还有这谢家谢北环。什么？胆敢污蔑帝后，找死！谢兄，你这么着急杀人，是为了灭口吗？放肆！明明是这贱人胆敢污蔑帝后。污蔑？我怎么觉得这丫鬟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啊？大胆！沈之锦，帝后德行操守，且为后宫表率，怎么会做此等肮脏之事？是对是错，等入了刑部大牢，自然一切明了。方才本官亲眼所见，明明是你聚众淫乱，还想嫁祸他人，你好大胆子！我说御史大人怎么如此快就赶到了春风楼？原来是你们是一伙的！休要血口喷人！本官一向公正，今日就要将你就地正法。谢北环，大人放心，我这刀专斩狗官。沈之锦，黄泉路上再见！还敢躲？给我围起来！谁说我要躲了？娘娘，不好了！沈之锦带兵把春风楼围起来了。北环呢？二少爷也在其中。好你个沈之锦，备车去春风楼！禁军左营的人怎么会在这里？谢少，你不是说一切尽在掌控吗？你早就将左营的人埋伏在了这里。既然你们要陷害我，那我就只好
将计就计。就算这样，你凭什么抓我们？有罪之人明明是你。对，你沈之平聚众淫乱，还敢擅自动用禁军，我定然去圣上那里参你一个死罪。御史大人，今天的罪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来人，校尉谢北极涉嫌陷害朝廷命官，其余人皆是其党羽，给我缉拿归案。是，谢大少爷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没有证据，你们凭什么拿我？没错，沈之火凡事要讲证据。你要证据啊？没问题。这就是你谢北环与御史密通的密信。什么时候？不可能！我这刀专斩狗官！沈之锦，不可能，就是你放的，放肆！带走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污蔑我们校尉大人？带走！别碰我！我爹是当朝宰相，我大哥是大周帝后，我是无辜的呀！放我呀！放我！我看看谁敢动我谢家儿郎！大哥，你可算来了！别怕，有大哥在，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。沈之锦，你凭什么污蔑我弟弟？人证物证俱在，帝后大人若还想包庇，别怪我连你一起拿了。放屁！大哥根本没有那封信，那是他塞入我怀中的。你沈之锦，谢北环你带不走。哦，那帝后的意思是要保一位陷害朝廷命官罪犯了。若我二弟真有罪，我会亲自将他押送刑场，而不是由你一介女流在这里指手画脚。那我偏要将他带走呢？那本宫只好将你就地问斩。这是圣上的大周，你有什么资格斩我？本宫乃大周帝后，圣上不在，本宫就是天。这就知道你的。那圣上要是在呢？什么？臣沈之锦参见圣上。什么？圣上？圣上为何会出现？是徐北安。这沈之锦抓你是为了将我引来，再让徐北安叫来圣上。如此一来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在圣上眼中都成了不懂事的男人。这沈之锦好深的算计。北环，若想活命，不要出卖我。弟弟明白。谢天星，你身为帝后，为天下母仪表率，就是这么做的。圣上，臣妾知罪。掌嘴！臣妾知罪，臣妾知罪。让朕很失望。臣妾有辱圣恩，臣妾有辱圣恩。若不是许平告诉朕，朕还不知道你们居然在这里合起伙来欺负朕的禁军校尉。圣上，老奴知错，老奴万万不该听信了谢北环的谗言。圣上，今日之事，皆因臣嫉妒沈之锦，与我大哥无关，反而还让他受了牵连。就算与他无关，他也有包庇之罪。刑部尚书，臣参见陛下。刑部尚书，今日之事你都听见了？臣在楼下已听闻大概。谢北构陷朝廷禁军统领，按大周律，该当何罪？回家大周律，构陷朝中4品以上官员，当削职夺爵，打入天牢。陛下，臣知罪。北环他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您看在臣妾跟了您10年的面子上，饶他这一次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谢天星，你方才在这春风楼里说朕不在你就是天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给朕一点面子？来人！将谢北环和张御史打入大牢。等等，这里还有一位主谋，怎么能放他走了？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都是谢北环和帝后逼我的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杖责40，一并打入大牢。另外，帝后纵容弟弟，罚俸10年。爹！帝后娘娘，丞相正在礼佛。跪下！都是帝后了，还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爹，本宫被禁足3个月，那许妃都快骑到我头上了，这口气让我如何能咽得下？你与那沈之云结怨，还害得你弟弟被打入大牢。如今全京城都知道我生了2个丢人的儿子，如今你还想做什么？爹，你就这样坐看你2个儿子被人欺负？放肆！可是，如今陛下的心思都在那个刚入宫的许培身上。嫁给皇上这么久，连个龙嗣都没有，将来皇帝宾天，
谁来继承江山？挡了路就除掉。自秦王破阵取后，许肥深受陛下宠爱，我若是贸然对他出手，必定引起陛下震怒。这种小事都要我教你吗？那就让陛下亲自除掉他。请父亲指点。巫蛊之术，本朝明令禁止。若是那许嫔诅咒陛下，你觉得他还能活吗？儿子知道怎么做了。之前的药吃完了吗？我看你搜罗的这个补药也没什么用，皇上根本就不可能怀孕。你只管继续给皇上吃便可。儿子知道了，儿子先告退了。老爷，帝后对皇上一往情深，若是知道了这药并非补药，而是慢性毒药，恐怕会恨你。等这江山姓谢，他只会感激我。今儿这局漂亮，帝后这下总算是施了恩宠。光是施了恩宠还不够，得想办法让他彻底死翘翘，咱俩才能安全。你要是能早点把皇上勾搭到手，坐稳帝后位，我就不用这么累了。可是我不举，你不是知道的吗？实在不行，你把女帝当成我。沈之锦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其实我……皇上驾到！糟了，怎么办？女帝每个月的初一、15不都是去谢天星那边吗？怎么今天来我这里了？多半是因为谢天星施了恩宠，放手，我先跑路。他的眼睛还挺好看的。起开！你好重！陛下，许嫔娘娘正在沐浴，您稍等片刻。哦，那正好，朕与许嫔共浴鸳鸯池啊！鸳鸯浴，我也要吗？不行，你必须帮我，万一被女帝发现我那啥欺君之罪，非得让我的脖子和绳子来一场拔河履罪不可。那叫上吊！救救我！行吗？转过去，摆个 pose， 趴好。许嫔，你这是什么姿势？你是在勾引朕吗？陛下，臣妾正在沐浴呢。搞定！这么快？一回生二回熟嘛。外面有人偷听，抓紧叫，别让人生疑。不要！快点儿！陛下饶了我吧！今夜陛下也是兴致高昂呢，手都抽疼。帝后太宠爱也是个麻烦啊。这谢天星居然又想搞陷害。织锦为念，北安为归，直接报咱俩身份证得了呗。这谢天星写信，居然说我对你爱而不得，甘愿为爱冲锋，背叛女帝。我要去一刀把他捅成西风。别激动，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。给他也送个娃娃，太 low 了。我打算借这个机会，让女帝怀个孕。啊，我吗？我先走了。那也不是我想怀就能怀的。不干，有办法。当当当当，假怀孕药，只要服下这药丸，必然腹胀难忍、喜酸孕吐，和怀孕的症状一模一样。就算太医来，也会诊断成喜脉。还有这种神药？可问题是，咱们真能靠这个对付谢天星吗？你笨啊！女帝不孕不育几十年，一个龙子都没有。你要是让她怀了，不得父凭子文啊！再把这巫蛊娃娃一调包，我保你绝杀谢天星，一步登天。好，干！许嫔，你伺候的朕很舒服，陛下满意就好。奇怪，为什么每次从许嫔这里出来后，都觉得浑身酸痛的？难道是折腾的太厉害了？沈之锦，又来人了。许嫔娘娘，帝后娘娘有请。我知道了。谢天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
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拜见帝后娘娘。年龄，前阵子荣贵人身体不适，可好些了？多谢娘娘挂念，好多了。听闻许嫔最近一直在吃斋念佛。是，臣妾想替皇上祈福。之前你我二人之间闹得有些不开心，但那都是过去的事。本宫如今也已经想通了，既然都在陛下的后宫里，咱们就是兄弟，不必计较太多。你觉得呢？听帝后娘娘吩咐。如此甚好。今年的百花宴便在你的宫里举办吧。是。贱人，看来是要用巫毒娃娃陷害我。每年的百花宴都是卓旭宴啊。要说今年，恐怕是那位最抢手了吧？沈将军，我家犬子今年18，生得一表人才，不知将军可有意？我家的才貌双全，还会作诗，关键是可以入赘呀！将军，我儿子腿长，8块腹肌，皮实，您随便调教。哎呀，各位大人太客气了，都是好孩子。我气什么？他跟我只是盟友，谁愿意入赘就入赘，关我什么事？我真的不气，我一点都不气。早闻沈将军英姿飒爽，今日一看，果然不错。谢相谬赞。谦虚有礼，陛下倒是得意良臣。陛下到，参见陛下。诸位不必多礼，百花宴尽兴即可。谢陛下。许嫔，来朕身边。徐北安，你得意不了多久。陛下怎么晕倒了？难道我的巫毒娃娃生效了？真是天助我也！徐北祥，你这次必死无疑。药效上来了，游戏开始。这是怎么了？快传太医！陛下，您脸色好差，突然晕倒，恐怕是不祥之兆。为保险起见，还是先请钦天司来看看吧。哼，一会儿你们就死定了。回禀陛下，您的情况有点特殊。说，陛下，请您先并退左右。朕让你说你就说。陛下黑气缠身，龙脉有损，恐怕是有人给您下了蛊毒，用娃娃诅咒您啊！胡言乱语，这里是皇宫，谁敢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臣敢以性命担保，绝无半句虚言。你可能推算出究竟是谁？臣愿意一试。可是查出来了，你但说无妨。是许嫔。果然如此，先栽赃，再污蔑，一贯的宫斗套路。众所周知，我最近都在为陛下祈福，怎么可能是我？辛酉年祈福月癸酉日癸酉时，阴时之人搞巫蛊之术最是擅长，而这个生辰年月的人正是许嫔。而那巫蛊娃娃就藏在这宫内的东南角槐树下。许嫔，我待你如亲兄弟，你怎能诅咒陛下，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？凡事都要讲证据，你怎么就能一口咬定是我害了陛下？青天剑算无泄露，还能冤枉了你？如今我是陛下最宠爱的嫔妃，我有什么理由诅咒陛下？那当然是因为你与沈知锦动了私情，暗中私定终身，因此视陛下为眼中钉。一箭双雕，既干掉了徐北安，又干掉了沈家。天星，这一步你倒是走得不错。够了，去挖那槐树。若真有巫蛊娃娃，杀无赦。好爽的宫斗撕皮，好经典的桥段。槐树下真有东西！许嫔，你竟然真能做出这种事，你太让陛下失望了。等等，还没确定里面是什么呢，就急着给我定罪了吗？迫不及待了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在狡辩，当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真算出来我这是巫蛊之术？是。出师了！徐北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怎么敢打朝廷重臣？他胡说八道，我为什么打不得？陛下，许嫔就是辛丑年己叟月癸酉日癸时生人，这包裹里也是针对您的巫蛊之术，只要打开一看便知，请陛下明察。陛下，臣妾冤枉了。是真是假，打开一看不就知道了？德公公，你可直接说。这呈上来，朕亲自看。许嫔，你有心了。臣妾之前做了个梦，梦见一条龙
口吐人言，说苍天不忍大周无后，降下龙嗣，于是便去摘拆了这些送子的祈福经。你是如何将本宫的祈福经认定成巫蛊之术的？你究竟是何居心？陛下饶命啊！来人，拖下去，杖毙！是，陛下饶命啊！废物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。哼！太医到，陛下福泽深厚，恭喜陛下，是喜脉。什么？喜脉？之前你不是说过朕不宜有孕？是，老臣也不知为何，这的确是喜脉。陛下，天佑我大周，想必是许平娘娘的真心感动了上苍，降下龙嗣。不可能，女帝吃了我给的药，注定一辈子不孕不育，怎么可能怀上孩子？不，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陛下会怀上别人的孩子？帝后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您是在诅咒皇上吗？你住口！这孩子是你我二人的。最近这些日子，我只翻过许培的牌子。陛下，不过刚才帝后和钦天监配合小德一章，信誓旦旦说那佛经是巫蛊之术，该不会是帝后娘娘想要陷害许平娘娘吧？本宫只是担心陛下的龙体，才听信了小人谗言。是吗？方才宴会上，我便看这丫鬟鬼鬼祟祟的，便跟去看了一眼，见她去槐树下埋了东西，我便截了下来。锦儿，你为何要害陛下？娘娘，这一切都是我干的，是吗？那这丫鬟真是胆大包天啊！若非今日我抓住了这丫鬟，陛下又怀了孕，恐怕一心一意深爱着陛下，为陛下日夜祈福的许平就要枉死了。把这丫鬟拖下去，即刻杖毙！此事都是他一人所为，臣妾不知情啊！陛下，此事虽与帝后无关，但他确实失察，臣恳请陛下严惩。陛下，帝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事，甚至还污蔑许平，朕对你很失望。既如此，你便去冷宫好好休息吧。许平孕育龙素有功，晋升为许贵妃，这6宫便暂且交由许贵妃打理。多谢陛下。沈大人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行事如此莽撞，不怕出事？多谢提醒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先出事的好像是你儿子。别郁郁了，你要是突然喜当爹，你也会郁郁的。虽然说宫斗要用点野路子，可你这招也太野了。不野怎么斗得掉帝后？不过这帝后的血是真厚啊！你看那宰相一说话，皇上就同意让他解除禁足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卷土重来，得来个狠的。突然发现你认真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你别爱上我，你做梦！不过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咱们这是假怀孕，压根就没孩子，万一东窗事发，咱俩都得完蛋。快，塞他嘴里。怕什么？打胎就行了。这是皇宫，你怎么可能想干嘛就干嘛？这叫连环计，懂不？先这样，再那样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去逼谢天星急眼，给女帝下药，然后顺势流产，再把黑锅扣在谢天星头上，借腹杀人？高，实在是高啊！你当我宫廷剧都白看的？幸好你没把这招用我身上。你说啥？没啥，我说我现在就去气死谢天星。怎么回事？今天的桂花糕呢？帝后娘娘，御膳房那边没货。这些狗奴才想造反，他们不知道本宫下午茶必须吃桂花糕吗？御膳房那边说，所有的桂花糕都被说，全都被许贵妃抢走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个小贱人，以为受了恩宠，尾巴就翘上天了。要不我去抢回来？陛下已经我的事等我看法，眼下不适合再节外生枝。罢了，没心情了。
随本宫去御花园散散心吧。帝后娘娘，眼下这季节正是玉兰花开的好时节，奴才们早就知道您喜欢玉兰花，种满了大半个御花园。动作麻利点儿！许贵妃说了，今天一定要把所有的玉梅花都换成牡丹。你们住手！疯了吗？不知道帝后娘娘最喜欢玉兰花。帝后娘娘不管小的们的事儿啊，都是许贵妃下的令，小的们只能照做呀。拖下去，杖毙！慢着，许贵妃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帝后如此易怒，平白无故杖毙宫人，就不怕血溅宫闱，惊扰了陛下的龙嗣？许贵妃真是会倒打一耙。这满园的玉兰花素来是本宫的心爱之物，而今你竟敢擅自下令将其换成牡丹，这是公然挑衅本宫！哎呀，帝后不说，本宫都忘了这花是你的心头好呢。可陛下昨儿个还和本宫说，这御花园的景致都由着本宫来。你再说了，玉兰花清冷寡淡，哪有牡丹雍容华贵？帝后总是守着些过时的玩意儿，难怪留不住陛下的心，连个一儿半女都怀不上。你这个杀千刀的贱人，竟敢如此羞辱本宫！帝后怎能出口伤人？陛下亲口说我是大周功臣，帝后这般辱骂臣妾，是在诅咒龙嗣，还是对陛下不满啊？继续挖，全都换成牡丹，开得越艳越好，陛下看了才开心。至于帝后，要是看不惯，就回冷宫待着去，别在这儿碍眼。徐北安，你给本宫等着，这笔账本宫早晚跟你算清楚。装绿茶而已，手到擒来。爹，徐北安那个贱人仗着有龙嗣，现在事事都在挑衅我。够了，还不是你不争气，让别人富平女贵，让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乡下野小子骑到咱们谢家头上。爹，我也不知道啊，那么多太医都给女帝诊断过，她不可能怀孕啊。难道是您的药起效了？不可能，有孩子之前你就已经被徐北安压制了，你斗不过他。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女帝年纪大了，胎相不稳，只有意外流产才是唯一能保住你位置的商法。父亲的意思是，去办吧，这一次别再让我失望。是。咋了这是？大胜而归？你是不知道有多爽，谢天星的脸都被我气绿了。爽了吧？爽！女帝假怀孕的药效最多3天后结束了。你不早说！怕什么？我已经想好对策。快说！设想一下，如果你是谢天星，你会选择什么时候报复？从明面上来看，女帝几十年不孕不育，现在突然怀了我的孩子，必然对我十分恩宠。哪怕我犯错，女帝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除非事闹得特别大，且涉及到了底线。3天后的中秋宴会，中秋宴上，女帝会宴请所有的文武百官，甚至连妃子都会出席。如果谢天星要作难，必然会抓住这个机会。他会怎么做？设想一下，你现在是女帝，巫蛊之术已经用过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是你绝对无法容忍？戴绿帽。没错，上一次女帝没信，但谢天星不可能放弃，这是他唯一能翻身的机会。他必定会想方设法让女帝看到咱俩在苟且。这王八蛋这么阴，该不会给咱俩下药吧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这次中秋宴会也是我们的机会。怎么说？药效只剩3天时间，在中秋宴会上，女帝就会流产，正好，我们顺势把黑锅扣在她头上。好，就这一次，弄死她。今日中秋佳节，万家团圆，设此家宴，与诸位君臣同乐，无需拘礼。臣等谢陛下隆恩，祝陛下龙体安康，龙子顺累，中秋安乐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平身吧，开宴。将军英姿飒爽，在下仰慕已久。哎，你这小嘴儿甜。许贵妃，你吃点什么？不吃，饱了。说好的演戏，我怎么感觉他在假戏真做？
喝吧，多喝点。等药效发作，我再让人把你们送去偏殿。等陛下撞破你们的私情，必然大怒。你们喝，若是真的忍我先去休这一切罪息一下。都会落到你们二人你头上。带我去歇。若是没你，除去你，我也能将这个孩子养在西夏。本宫醉了，我带贵妃娘娘去休息。沈之锦，你真该死啊！竟然背叛我们的联盟，那帮人围着你转，你就那么开心吗？你，帅哥，你好眼熟，什么？好像我下一任男友。这鼻子，这眼睛，让姐姐包养你吧，姐姐有钱。你居然喜欢这样的？你打我！你这个该死的周扒皮，居然敢吞我的年终奖！我没吞，是财务回家结婚放假了。不信，我已经给你发消息了，结果你给我一炮轰了，我差点死在那儿。你你什么你？老板也无所谓。我看你身材不错，睡一个。等，我现在可是贵妃，你不怕杀头吗？人夫更刺激了。快起！陛下，臣妾有要事启奏，此事关乎皇家颜面，公规律法，还请陛下秉公处置。中秋佳节，何事如此慌张？臣妾要举报禁军统领沈之锦、目无君上违背伦常，竟与许贵妃私通有染。此刻二人正躲在西侧偏殿，行苟且之事，秽乱宫闱，罪该万死。谢天星，你可知污蔑朝廷重臣、构陷皇妃是何罪名？竟敢在中秋宴上胡言乱语！臣妾不敢妄言，早已安排人手盯梢，亲眼目睹沈之锦坠入偏殿，许贵妃紧随其后闭门不出，至今未出。陛下若是不信，可随臣妾前往偏殿捉奸，当场对质。若有半句虚言，臣妾愿领死罪。请陛下摆驾偏殿，亲眼看看这对狗男女的丑态。摆驾偏殿，若此事属实，朕定将二人凌迟处死。若你敢欺君，你知道下场。许贵妃，你与沈之锦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见过陛下，你怎能凭空污人清白？谢天蝎，这就是你说的秽乱宫廷？陛下，臣妾手底下的人亲眼所见。那人呢？你让我看看。搜！陛下，没有搜到第二个人。不是还有地方没搜吗？我是贵妃，谁给你的权利？你最好能给我一个交代。臣妾一定能给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好多人啊！你怎么在外面？我身为禁军校尉，不在外面巡逻，在什么地方？不可能！我明明看见你。眼这么真，他们估计一会儿就到了。咦，你怎么还不起来？沈之锦，你好样的！怎么，帝后希望我在许贵妃的床上？莫非生怕陛下头上的帽子戴得不稳吗？够了！陛下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可以解释。就是现在，药效结束。陛下，快传太医！太医，朕的孩子。陛下节哀。我的孩子，请陛下保重龙体啊！陛下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谢天星何在？陛下，你竟敢残害龙嗣！陛下，
不是我！贱人，朕念你半价10载，给你中宫帝后的尊荣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朕的！陛下，我真的没有用力，一定是徐北安这贱人陷害我。陛下，请陛下饶命啊！你们距离最近，一定看到了吧？我只是碰了一下陛下的衣角啊！你害死我和陛下的孩子，还要让我为你求情？不是这样的。谢天星，你身为帝后，毫无容人之量，不仅害死龙嗣，竟然还要污蔑孩子的生父，实在是难为天下表率啊！拖下去，剥去帝后制服，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，永生永世不得踏出半步。你当真不顾我们的情分了吗？害了龙嗣，还敢提情分？陛下，这世上只有我是真的爱您，这周围都是豺狼狐豹，要将您生吞活剥。我等着您来陪我。谢天星，你是在诅咒朕吗？朕是万岁之躯，给朕把这个疯男人带走，打入大牢。爹，你是来救我出去的吗？救你？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哪里还有半分中宫帝后的体面？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该早点出手，赶在秦王破阵曲之前就杀了徐北安。事已至此，说什么都晚了。不晚，爹，只要您去陛下面前求求情，他一定会赦免我的。然后呢？等我出去，我一定要报复徐北安那个贱人，要让他生不如死。还有沈之和，一定是他在背后谋划，他也得死。不，你做不到了。醒醒吧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帝后了，而徐北安是最受宠的妃子，沈之锦更是隐隐有了武将之首的势力，你拿什么和他们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还有机会。谢家的脸都被你和你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丢尽了，北海还在天牢里，你也成了庶人，我谢家100年基业差点毁在你们手里。爹，我错了，是我愚蠢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。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最后的体面，喝了它，至少能留个全尸，不至于日后被拉出去斩首示众，辱没谢家的门亲。你要我死？爹，我可是你亲生儿子啊！能为谢家牺牲是你的荣幸，女帝已经对你起了杀心，留着你只会给谢家招来祸端。只有你死了，女帝才不会盯着谢家，我才有机会出手。你这个冷血无情的疯子，你想要谋朝篡位，我全都知道。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得逞，我要去告发你。看来你连这最后的体面也不想要了。相爷，匈奴那边的人已经到京城了，正在府中等您。沈之明、徐北陵，你们毁了我的筹谋，就别怪我要了你们的命。5日后，我要这大周的江山。姓谢，你去将顾靖叫来。是。相爷，人带到了。相爷，您找我？你觉得沈之金如何？沈将军武艺高强，智谋过人，如今手握禁军兵权，深得陛下信任，堪称大周武将之首，是下官这辈子都望尘莫及的人。望尘莫及？据我所知，他曾经对你爱得死心塌地。是下官愚蠢。你想不想得到他？相爷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下官如今身份卑微，沈将军早已对我冷眼相待。简单，只要沈之琼跌落泥潭，沈府也跟着覆灭，你不就可以得到他了吗？相爷想让我做什么？我要你混入城防军，得到沈之云的信任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将沈之云送给你。下官愿为谢相效命。我的儿啊，听日你把帝后……这个我可以解释。干得好呀！不愧是我的儿。你爹我今天走在街上，腰杆子都直了3寸啊！得庆祝，爹给你物色了几个大宝贝。啥？
爹，你在干什么？你都多大了，再不成家，爹晚上睡不着觉。那你就失眠吧。你们真是，哎，这匹不行，再换一匹。难不成他心里还惦记着那个顾进？还挺会亲。小姐，帝后死了，这么快，真是帝王心海底针呢。不，小姐，出手的人不是陛下，是谢相。能让他放弃血脉亲情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，他暗中所图更大。你们这段时间多盯着点谢相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要和我汇报。是。这是皇上特意赏赐给贵妃的。哦。多谢公公。那咱家就先退下了。你看我这个爱心拼的怎么样？妙手天成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既然我这么厉害，那沈知音为什么3天没来了？3天，穿上裤子就跑，渣女！娘娘，人还没走远呢。冷血无情。你说，难道是昨晚本宫的吻技不够好吗？我没看见啊，这怎么好评价？行，你不来，我去找你。娘娘，等等我！沈之锦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就这反应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3天，整整3天，你为什么都没来？又没什么事，我也不可能天天往宫里跑啊。那你以前就能天天往宫里跑了是吧？那不是因为谢天星已经死了吗？也没发烧啊，你这是咋了？大姨夫来了？对，谢天星倒了，我没利用价值了，没必要见了，我这就走，不在这碍你的眼。好啦，最近军务忙，这个理由你满意吗？这还差不多。不对，我不管，你得给我补偿。补偿什么？将军，顾进求见，说是要登门提亲。沈之锦，这就是你说的公务繁忙？让他滚。是。不许！本宫要亲自前去会会他。烂絮花，凭你也想求娶我们家知锦，你也配？我配不上，难道你配得上？你谁啊？我八嘎就不是啊！我家啊！我是配得好，配上我！女儿，你上哪儿找来一个大宝贝，竟然如此泼辣，出口成脏，真是令人自愧不如。你们先别吵了，你闭嘴！吵完了。知锦，之前是我眼瞎，没能意识到你的好，现在我回去想通了，咱们还是可以再续前缘的。我续你！赶紧把这姓顾的轰出去！知锦，我知道你拒绝我是因为你怕还会为我心动，情难自已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情难自己，你也配？敢不敢比一场？小爷我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自惭形秽！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？你这身板儿，怕是比不过本公子。你那叫什么？排骨配薄皮，风一吹就散架。将军眼光极高，你那点货色，他看都不会看。他看没看过我，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也太……不能看。哗众取宠，够了，把顾进丢出去。沈之锦，沈之锦！哦，你怎么让他滚，不让我滚？你不是知道原因吗？
什么原因？当然是因为你位分比我大，我没法赶你走啊。就这？干嘛？你想让我负责啊？你穿上裤子不认人，那天晚上明明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怎么说的？你说人夫更刺激。有吗？我有这个癖好吗？你亲口说的，我一个字都没讲。哎，你干嘛？被我拆穿到匈奴是吧？你传到我领夫人了了是吧？滚蛋！你现在可是贵妃，能不能有点贵妃的样子？万一传到女帝耳朵里咋办？再聊两句。乖，明天来找你。你说的？去。宝贝女儿，我听说那姓顾的上门来提亲了，你没答应吧？没有。太好了，你脑子里的水终于倒干净了，不再喜欢那个人渣了。说正事，没事就算了。匈奴的人混进京城了，要刺杀女帝。女帝点名让你进宫守着，今晚就要动身。京城戒备森严，若是匈奴能混进来，就说明有内鬼。我知道了，我去准备。知锦，这次不一样，我怀疑这些匈奴背后的人是谢相，他恐怕是想要谋朝篡位。你怎么知道？谢相这几个月的动作，我都盯着呢。这个平时只会哭鼻子的爹，居然还有这一面。若谢相真有这个打算，那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除掉你这个禁军校尉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查的？从你被谢相盯上的那一天起，我就是个没用的爹。但我的女儿，我来保护。保护的挺好，下次别保护了，免得我还得抽出手来管你。我就知道，你还是很在意我这个爹的。你想多了。放心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哪怕谢相真的对你出手，我也可保你万无一失。什么大礼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还卖上关子了。最近要守着女帝，没空去找许贵妃了，你去跟她说一声啊。要是将军不去，估计贵妃娘娘又要炸毛了吧。主子，这鱼不加葱吗？他不喜欢葱。主子真是了解沈将军的喜好，就像认识多年一样。那确实很多年了，要不是我工作繁忙，恐怕早就喜欢上他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，你去门口守着。贵妃娘娘，我们将军临时有事来不了。临时有事？主要是陛下开口。好你个沈知锦，又是缓兵之计。我再信你，我就是狗。怎么是个女的？女的怎么了？皇上不也是女人？谢家公子都被他干掉了。你再乱嚼舌根，小心脑袋搬家。四哥，剑给我。皮肤黝黑，弯刀剪，身上还有纹身，这是匈奴人。什么？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匈奴已经入城，皇城危机四伏，全县戒备。得令。这禁军守的是陛下的安危，若是有人再非议，下一次这支箭就会钉在你的天灵盖上。是，将军饶命，属下再也不敢了。将军，你刚才的样子真帅。你怎么混进来的？来人！我可是自己考进来的，规矩写了，你不能因为个人喜恶赶我走。将军，的确如此。将军，末将对你仰慕已久，此番能同守皇城，实乃三生有幸。你是哪个营的？回将军，末将顾忌，现隶属城防营。城防营在西侧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还心约吗？不敢。只要你能拿走沈之平的虎符，本相保你封侯拜将，荣华富贵一辈子。下官明白。沈之云，这一次我不会输。你过来。顾忌一个肩不能扛的秀才，怎么可能通过考试？看样子有人特意把他安插在我身边的。要不我去？不必，静观其变，瓮中捉鳖。听说顾忌去城墙找沈将军去了，
那不得死灰复燃？你说什么？顾靖在城墙上缠着沈知玉？沈之云，贵妃安好，西侧城防已布置妥当。你喊我什么？贵妃啊！你别来找我！不是叫人跟他说了吗？谁又惹他了？一天天奇奇怪怪的。将军，该走了。这就是虎符，居然这么轻易就到手了。将军，不拿下吗？他背后之人恐怕是谢相。不用，谢相派人窃走虎符，恐怕是要在明日的宴上当众发难，治将军一个丢失虎符的重罪。谁告诉你他拿走的是真东西？刚才那是假的。谢相布了这么久的局，总得让他走完才好看。你立刻带人去谢府，务必摸清楚谢相的底细。是。相爷，事情办妥了。可有暴露？绝无可能。你做的不错，相爷过奖。下官只是……相爷，您这是……委屈你先在这里住几天。相爷，下官对您忠心耿耿，您为何……忠心？你也不想你的老母亲出事吧？明日，本相需要一个人证，当众指认沈之锦通敌。你若配合，出去之后封侯拜将；不配合，自己掂量。相爷，咱们明日不直接起兵造反，何必多此一举？造反乃天下大不敬之事，不必背上骂名。女帝长期持我的离魂伞，又纵情声色，如今已是油尽灯枯之相。若能用沈之锦让他当众气死，我便能顺势上位；若不能，再用后手。相爷英明。这老登畏畏缩缩的样子，指定没憋好屁。陛下，臣有要事禀报，事关社稷安危。说。臣查得镇国将军沈之锦暗中与匈奴勾连，悄然将虎符送给了匈奴，就等城内里应外合，大破城门。此乃举报信，请陛下过目。举报之人皆是朝中大员，倒是真情实意。沈将军，你怎么看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这是诬陷？证据确凿，你还要狡辩？谢相有证据，巧了，我也有。陛下，就在昨日，顾靖突然加入禁军，到了我的麾下。这和你通敌叛顾有何关系？怎么，谢相急着打断，莫非是心虚了？你继续说。臣好奇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怎会突然来了禁军？其中必定有鬼。于是，臣便暗中派人跟踪顾靖，看见他鬼鬼祟祟的到我府中，悄悄窃走了虎符。而在窃走虎符后，此人竟然去了谢相府中。看来我没白提醒沈之锦。你的意思是谢相派人潜入你府中，窃走了虎符？你这是血口喷人，是吗？人可是我从你谢府地牢里带出来的。你的老母亲我已经救出，能不能见到她，看你自己的表现了。没错，就是谢相让偷的虎符。陛下，谢相逼着我去偷窃虎符，事后还用家人威胁我，请陛下为我做主啊！谢相竟然构陷沈之锦，谢相的儿子们都折在沈将军手里，保不准就是在蓄意报复啊！朝堂之上，任谁都知道你与顾靖曾经纠缠不休，你如何证明你们不是串通好的？就凭我背后的禁军，莫非整个禁军都在说谎？
你这是拿兵权压人！陛下，臣侍奉朝堂数十载，忠心可见日月。沈芝麻这是颠倒黑白，构陷老臣啊！求陛下明察。连调动3军的兵符都管不好，说明沈之锦压根儿没有掌管部下的能力。臣以为，应当削去沈之锦的兵权。放屁！沈将军，小心祸从口出。你已经丢了虎符，莫要再被扣上当众辱骂朝廷命官的罪名。谁告诉你我没有虎符了？请陛下明鉴。这确实是货真价章的虎符，谢相，你如何说？既然虎符还在，那今日之事便算是误会。误会？谢相让人来我府里偷窃虎符，竟然只是误会？当真要追究到底？你搞错了，我才是受害者。请陛为臣做主。谢卿，今日之事确实是你的过错，你当给沈将军一个交代。我要的也不多。刘公公，我问你，故意陷害诬陷朝廷命官，该当何罪啊？当罢免官职，发配岭南。就按照沈将军说的做吧。请吧，谢相。既然陛下不念旧情，那就别怪老臣不客气。动手！谢相，你疯了！小心！许贵妃竟然为朕挡剑，许贵妃果然忠贞。朕若是死了，一定带你陪葬。刚才那剑好像是冲我来的，他是在替我挡剑。谢相，你不要自误，有沈将军在，这些匈奴刺客根本威胁不到朕。是吗，陛下？这皇位该换个人做了。沈将军，事已至此，还要负隅顽抗吗？不试一试怎么知道？给老子杀！一个不留！杀！不好了，前后都是敌人！沈将军威武！凡救驾者，通通有赏。糟糕，中计了！野狐相爷走！今天你们谁都走不了！不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已经掌握所有军队的动向，这队人马是怎么来的？老实点。谢相，你的私兵，本将军都他妈盯了3个月了，总算是动了。你早就知道，哼，还想伤害我的宝贝女儿，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。想不到！你若不反，我哪来的机会？我谢家竟然全都断送在你手里！这是在谢相府中密室搜出的龙袍，诸位大人，请过目。爹，你这是给谢府抄了？怎么样，还记得我说给你准备大礼吧？这礼也忒大了。谢相，你可认罪？私养兵马，图谋篡位，证据确凿，谢氏满门押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我输了！一代权倾朝野的权臣，竟然落得这个下场。沈志云护家有功，封沈志云为镇国将军，赐金印。谢陛下。
陛下，传太医！陛下，这是中毒了！这怎么可能？陛下每日用的器具、饮食全都仔细验过毒。这是来自匈奴的慢性奇毒，平日里服用根本查不出来，只有毒素在体内积攒到一定程度，才会显现出症状，而一旦爆发，十死无生。现在陛下龙体如何？臣恐陛下活不过3日。谢相已被拿下，可陛下若3日之内朝堂无主，陛下无后，匈奴那边还虎视眈眈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毒是谢相下的，眼看谢相都要被抄斩了，他居然还成功了一半，这老贼！不会等会儿真的死了，让我陪葬吧？镇国将军，您是陛下最信任之人，眼下您得拿个主意啊！是啊，现如今内忧外患，正是大周生死存亡之急呀！沈将军，还请您拿个主意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让贵妃垂帘听政。我吗？陛下无后，可是而唯一个子嗣却是许贵妃的。从这一点来看，许贵妃是唯一和皇室血脉有关的人，有异议？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我现在是朝中最大的权臣，我主外，你主内，朝堂上下无人敢反对，足以让大周安定。不是吧？老子给你挡了一剑，你看都不看我一眼，现在还想给我安排工作？这许贵妃跟我女儿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诸位先退下吧。你们聊，保证没人看见。那一剑伤不到我，其实你没必要挡。算我自作多情，我乐意，我就爱当舔狗，怎么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扣我年终奖的。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还在睡觉的上下级关系？怎么，不想睡了？现在可没人打扰我们了。你是不是又想提了裤子就跑？你替我挡了那支箭，所以呢？所以我又不是铁石心肠，不可能不在乎。他说在乎，那你是接受我了？我没说接受你，你刚才明明说了。哼，篡改发言是吧？我说的是在乎，不是接受。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还行吧，但我更喜欢钱啊！黄金、白银、珠宝，只要是值钱的东西，我都喜欢。你敷衍我，你是不是还在喜欢那个顾忌？不过呢，你可以暂时排在钱的下面。行吧，那我暂时原谅你了。陛下，奴婢上宣了。奉天子遗诏，许贵妃贤德端方，即日起敬畏帝后，垂帘听朝，由镇国将军沈之辅佐朝政，封摄政王，钦此。垂帘听政，直到这一刻，我们才真正算坐稳了。摄政王，800里加急，匈奴10万大军趁我国丧，大举来犯，已连破边境3城，直逼雁门关。摄政王，帝后娘娘，国丧刚过，国库空虚，将士哀泣，匈奴兵锋正盛，实在不宜开战啊！臣以为可暂割边境3城，与匈奴和亲，换取喘息之机。放屁！匈奴狼子野心，今日割3城，明日便敢闯京城。先帝待你们不薄，如今大周有难，你们不思考怎么保家卫国，反倒想着割地求和，脸都不要了！末将等愿随摄政王出征，弑杀匈奴，收复失地。摄政王总领天下兵马，可您如今是辅政大臣，朝堂离不开你。您若离京，朝局动荡，谁来担责？是啥？
我是大周的摄政王，更是大周的将军。国土被侵，百姓遭难，我若龟缩在京城，才是愧对先帝，愧对天下苍生。臣沈之锦，请命出征，3日之内率禁军奔赴雁门关，不破匈奴，誓不还朝。准奏，镇国将军沈之锦加兵马大元帅衔，总领边关所有兵马，凡临阵抗命者，可先斩后奏。谢家还有余党藏在京城，我查到他们最近和匈奴的密使有接触。你出征后，我会盯着京城，绝不让他们拖你后腿。爹，辛苦你了。雁门关了，这个你带上。还有伤药，我都给你装进行李了。还有你爱吃的肉干，也装了2大包。怎么，舍不得我？谁舍不得你了？我是怕你死在外面，我就真成孤家寡人了。匈奴主力屯在关外，仗着兵锋正盛，日日叫阵。我们今夜就弃了关外的营寨，把主力埋伏在2侧山谷，放他们入关，关门打狗，先斩了他们的先锋，挫挫他们的锐气。末将遵令。帝后娘娘，臣要举报摄政王通敌叛国。这是从匈奴使者身上搜出的密信，摄政王早已和匈奴约定，要放匈奴入关，里应外合，夺我大周江山。摄政王通敌叛国，罪该万死。臣请帝后娘娘下旨，抄没沈府，捉拿沈氏族人，传至边关，将其就地正法。说完了。帝后娘娘，你拿着一封伪造的书信，就敢构陷当朝摄政王兵马大元帅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你们和匈奴密使接头的证据，篡改粮草奏折的笔记，还有谢家给你们的银票往来，本宫这里桩桩件件清清楚楚。你们趁摄政王出征，想在京城作乱，挟持本宫给匈奴开门，真当本宫是软柿子，任你们拿捏？奉帝后娘娘懿旨，捉拿通敌叛臣，负隅顽抗者，格杀无论。再有敢构陷摄政王、动摇军心者，同此下场。放箭！有埋伏！该死的摄政王！杀！沈之锦，拿命来！摄政王大圣归来啦！摄政王大圣归来啦！摄政王千岁，大周永昌。摄政王沈之锦忠勇无双，镇守国门，大破匈奴，肃清奸佞，安定社稷，挽大周于轻危，救苍生于水火。吾皇万岁！镇国中武侯千岁，千岁！奉天承运，帝后诏曰：今逆臣已除，匈奴远遁，四海升平。摄政王沈之锦战功赫赫，志绩无双，特进封镇国中武侯，统揽文武百官，节制天下兵马。